10分钟读一本书。今天我们来读美国学者托马斯·斯坦利和威廉·丹科的《邻家的百万富翁》。两位作者花费20年时间，深入调研了1万多名美国富人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：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比例一直维持在百万富翁总数的80%到85%。也就是说，绝大多数富人都不是靠继承财产，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。这些人从建设自己财富大厦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骄傲、快乐和满足感。这些真正的百万富翁很可能就住在你家隔壁，开着一辆平凡的车，穿着朴素的衣服，过着你想象不到的简单生活。他们不会在社交媒体上炫富，不会穿金戴银，甚至可能还在使用10年前的手机。但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人，却掌握着财富积累的真正秘密。这本书是基于真实数据和深度调研的财富密码，让你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富有，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《邻家的百万富翁》这本书。第一部分，颠覆认知的财富真相。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富人？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住别墅、开豪车、穿名牌、出入高档场所的那些人。但是当两位作者真正深入调研后，发现事实恰恰相反。书中有一个令人震撼的案例，有一位名叫约翰的水管工，年收入只有5万美元，但他的净资产竟然达到了150万美元。而另一位年收入20万美元的律师，净资产却只有区10万美元。这个对比让人不禁要问，为什么收入更高的人财富反而更少？答案就在于2个关键词：积累和消费。约翰这样的真正富人，他们信奉的是收入减去储蓄等于支出，而不是收入减去支出等于储蓄。这看似简单的公式调换，却决定了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书中提到，真正的百万富翁中，只有23%的人开豪华车，37%的人会在百货商店购买西装，而不是在高档专卖店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50%的百万富翁从未花超过400美元买一块手表，81%的人开的车都是二手车，或者已经使用3年以上的车。他们更愿意把钱投资在看不见的资产上，而不是炫耀性的消费品上。这里有一个经典的测试，如果你年收入10万，你觉得多少净资产算富有？一般人可能会说50万或者100万。但书中给出了一个公式，将你的年龄乘以年收入再除以10，这就是你应该拥有的净资产。一个40岁年收入10万的人，应该拥有40万的净资产才算正常水平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许多百万富翁从事的都是普通职业，电焊工、拍卖师、稻农、害虫防治员等等。他们不是华尔街的金融精英，也不是硅谷的科技大佬，而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。但正是这种普通，让他们避开了高消费的陷阱，专注于财富的积累。第二部分，节俭的力量与消费的陷阱。真正的富人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极度节俭。这种节俭不是小气，而是对每一分钱都有清醒的认识。书中讲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。有位百万富翁开了20年的同一辆车，还经常自己换机油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买新车，他说这辆车还能开，为什么要换？把买新车的钱拿去投资，20年后能变成几十万。这就是富人思维，他们考虑的不是这个月能不能负担得起，而是这笔钱还有什么更好的用途。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关于一位拥有700万资产的企业主，他每次外出用餐都会仔细研究菜单价格，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菜品。朋友们觉得他过于抠门，但他却说省下的每1块钱都是未来自由的一部分。我要把钱花在真正重要的地方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伪富人，他们有着光鲜的外表，住在高档社区，开着最新款的车，穿着名牌服装，但实际上却债台高筑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答案在于生活方式的选择。住在高档社区意味着更高的房贷、更贵的车、更昂贵的生活方式，邻居都在攀比，你很难独善其身。而住在普通社区的人没有这种攀比压力，更容易保持理性的消费观。书中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许多富人的妻子都是极其节俭的人，他们会仔细比较商品价格，使用优惠券，在打折时购买衣服。有位百万富翁的妻子说，我从来不会为了显示身份而购买任何东西，如果我需要一件外套，我会等到打折季再买。他甚至会为了省下10几块钱，开车到另一个商场购物。这种节俭精神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可以培养的。富人家庭从小就教育孩子，钱要花在刀刃上，区分需要和想要，学会延迟满足。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而是不被物质欲望所绑架。书中有句话特别深刻，节俭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它意味着不浪费任何资源，包括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
节俭的人更容易获得满足感，因为他们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。第三部分，投资思维与财富积累。除了节俭，真正的富人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都是优秀的投资者。但这里的投资不是指炒股或者买基金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。书中提到，大部分百万富翁把20%以上的收入用于投资，他们投资的不仅仅是股票、债券或房地产，更重要的是投资自己的能力和事业。许多富人都是某个细分领域的专家，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，然后通过这种专业能力获得超额回报。有一个案例特别值得深思，一位从事废品回收的企业主，从一个人开着小卡车收废品开始，20年后建立了一个拥有几十辆卡车的回收公司，净资产超过300万美元。他的成功秘诀不是什么高深的商业理论，而是专注、坚持和不断改进。他说，别人觉得这是个脏活累活，但我看到的是商机，每一吨废料都是钱，关键是要比别人更用心。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农民，他不满足于只种植传统作物，而是研究市场需求，种植高价值的有机蔬菜。通过直接向餐厅和超市供货，他的利润比普通农民高出3倍。25年后，他不仅拥有了1000亩农场，还开设了农产品加工厂，净资产达到了500万美元。富人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他们很少负债消费，除了房贷这种好债务，他们几乎不会为了消费而借钱。信用卡对他们来说只是支付工具，而不是借贷工具。他们明白一个道理，借钱消费就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坑。书中有个令人深思的比较，一个每月花500元买车的人，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，按年收益率8%计算，30年后能积累到68万元。而那辆车30年后可能只剩下废铁的价值。这就是消费和投资的根本区别，一个让你的钱越来越少，一个让你的钱为你工作。第四部分，教育子女的财富智慧。真正的富人不仅自己善于积累财富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如何教育下一代。这种教育不是给孩子留下巨额遗产，而是传授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。书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许多富人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家里很有钱。这些父母刻意保持低调的生活方式，让孩子在普通的环境中成长，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。有位百万富翁这样教育儿子，我不会给你买最贵的鞋子，但我会教你如何赚钱买自己想要的鞋子。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残酷，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。这位父亲让16岁的儿子去餐厅打工，从洗碗开始做起。儿子起初很不理解，甚至有些怨恨，但几个月后，他开始理解工作的意义和金钱的价值。相反，那些过度宠爱孩子的富人家庭，往往培养出了啃老族。这些孩子从小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，却失去了奋斗的动力。书中称这种现象为经济门诊护理，父母不断地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，反而阻碍了他们的成长。有个案例让人印象深刻，一位拥有500万资产的企业主，每年只给女儿15000元的生活费，远低于他的消费需求。女儿抱怨父亲小气，但这位父亲说，我要让他明白，钱是需要努力赚取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后来，这个女儿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律师，自己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她后来感激地说，父亲给我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比金钱更宝贵的品格。有位从事房地产投资的百万富翁，从儿子12岁开始，就带他一起看房、谈判、签合同。他说，我不是要他将来也做房地产，而是要他明白，任何成功都需要学习、思考和坚持。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，往往更有责任感，更懂得珍惜，也更容易获得成功。富人教育子女的另一个重点是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。他们会告诉孩子，想要得到什么，就要为之努力和等待。这种能力对于财富积累至关重要，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行为。有位百万富翁设立了一个家庭规则，孩子想要买超过100元的东西，必须先存够一半的钱，另一半由父母提供。这样既满足了孩子的需求，又培养了他们的储蓄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过程让孩子学会了规划和等待。书中还提到一个重要观点，最好的遗产不是金钱，而是教育。真正的富人更愿意投资于子女的教育，让他们掌握创造财富的能力，而不是简单的继承财富。因为能力是永远不会贬值的资产，而金钱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能力，很快就会挥霍一空。这本书让我们明白，财富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而是一种生活的选择。真正的富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财富，不是因为他们收入更高，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。他们懂得延迟满足，懂得投资未来，懂得用钱生钱，更懂得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，
我们被各种广告和社交媒体塑造着对成功的认知，但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功不是拥有最新的手机、最时尚的衣服或者最豪华的车，而是拥有选择的自由和内心的平静。真正的富人明白，金钱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，而不是目标本身。他们追求的是那种不用为了生存而出卖时间的自由，是那种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从容。最后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：积累财富需要纪律、牺牲和努力工作，他们是建立财富的基础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